1627年，朱由检接过了他哥哥朱由校的大明王朝，刚上任就干死了头号大太监魏忠贤，启用一炮干才努尔哈赤的袁崇焕，并委以重用。说白了，干翻后金的历史重任就压在他身上了。但见过领导给下属画饼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下属给领导画饼的。袁崇焕一顿逼逼，那5年平辽的鬼话就说出来了。下面的文官还没开始瞎逼逼，崇祯那是抱住袁崇焕的大腿就不肯松手。但5年平辽时光，袁崇焕最终将平辽到了家门口，最终惨遭凌迟。那么袁崇焕到底是画饼高手，还是颇有能力呢？你要说袁崇焕没能力，那可就是说错人了。人家天启3年对宁远驻防设施就已经开始着手搭建，仅仅2年时间就占据了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吉大、小凌河等地，并修缮城防，长期驻守，彻底将宁远变为内地，开疆覆土200里，并且在天启6年，努尔哈赤带兵强行攻打宁远，足足打了2天2夜，城下清军头顶盾牌，嘎嘎一顿凿城墙，就是干不穿宁远城防。再加上宁远城楼有西洋重炮，被努尔哈赤轰的那叫一个惨，就连自己都吃了一炮。最后一看这仗没法打了，主将让轰个半死，城门楼子又破不开口子，果断放弃了进攻宁远。宁远大捷，更是除去了努尔哈赤这个心腹大患。随后皇太极即位，袁崇焕对关外驻防更加谨慎，直至天启7年，皇太极围困锦州时发现，我靠，仅仅1年时间，你给锦州弄成了这个样子，你还让我们怎么打？但来都来了，也不能空手而归啊！皇太极硬着头皮在锦州干了一架，但结果可想而知，压根儿攻不下来。但转念一想，拿不下你锦州城，肯定是宁远过来支援了。现在趁你宁远空虚，老子回手掏了你的老家。但事实上，袁崇焕压根没来得及支援，就遇到了偷袭宁远的后金。双方在宁远激战，后金久攻不下，无奈只能撤出宁远、锦州。袁崇焕在宁远、宁锦大捷后，算是彻底打出了自信，但也为他后来悲惨结局打下了伏笔。袁崇焕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，能说出5年平辽这么不要脸的话，说实话还真不是一般人。自宁远、宁锦大捷后，袁崇焕因被挤压，悲愤辞官，直到崇祯除掉魏忠贤，将其重新启用。到了崇祯这儿就一句话：5年你就给我5年。崇祯一听，当时就热血了，光复大明的重任就在咱哥俩身上了。但袁崇焕也是有条件的，是我可以给你办了，但粮草器械我要最好的，人事任免权你给我安排了。另外仗别管我打得咋样，这段时间里文官少在这儿瞎逼逼。在这雄图霸业的利诱之下，崇祯不仅答应了袁崇焕的要求，连尚方宝剑也一并赐给了他。但袁崇焕拿着尚方宝剑啥好事没干，上来就先把远在皮岛的毛文龙给砍了。人砍了也就算了，军械物资粮饷那是一样没给留，能拿的全拿走了。但这也留下了很大的祸端。毛文龙本在皮岛经营的非常好，并且皮岛的位置非常特殊，孤悬海外，却正在后金地区的大后方，需要通过水路占领。但后金别看陆战很强，水战是压根儿打不了，没船没人，眼巴巴地看着皮岛就是占领不了。但这个位置就如同皇太极的肉中刺一般，一旦后金攻打明朝，无论从哪个位置出现，后方完全暴露给了毛文龙。所以你别管毛文龙办事卖力不卖力，但人家只要在这一天，妥妥的就是后金游击队，没啥事了就捅皇太极虎腰子一下。但毛文龙一死，后金游击队彻底没了主心骨。此时袁崇焕也没有想着重新整理这支队伍，最终的结果，后金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，直接从蒙古街道干到了北平城下。如果毛文龙不死，后金压根儿不敢这么玩。蒙古街道那路途远到姥姥家去了，等他们到了北平城，万一没打下来，毛文龙偷个屁股，自己老家能不能守得住还是个问题。但一切问题在毛文龙死后压根儿就不存在了。很快皇太极打到北京，崇祯彻底懵逼了。说好的平辽呢？这才1年半，都让人家干到家门口了。袁崇焕一看，都干到自家家门口了，那是拉着队伍马不停蹄地往回赶。好在最后还是赶上了，在北平城下和皇太极扯头发打了1个多月，最终一脚踢跑了皇太极。但问题也来了，平辽，这让人家弄到家门口了，算怎么回事？
你袁崇焕就是再牛逼，也得给个说法吧。但这事儿袁崇焕压根解释不清楚。就这样，一代名将被崇祯以3大罪给凌迟了。斩杀毛文龙，这不用多说，绝对是擅权的大罪。但卖粮资敌和通敌卖国2罪，说实话确实有点冤枉人了。当时蒙古确实出现了大灾荒问题，但事实上大灾荒并非是全蒙古境内都有出现，只不过是喀喇亲部而已。然而袁崇焕的想法也很简单，既然出现了大灾荒，我不如拿出一部分粮食来接济，让蒙古有了感恩之心，不说能不能帮咱守个大门，最起码咱对人家好，人家也不会投敌呀。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，在文官集团看来，你这玩意儿说的好听，这不是扯犊子吗？你卖给蒙古人粮食，那不就等于是后金的运输大队，给人家送粮，壮大敌人的实力。不过根据记载来看，这个说法并不成立。当时即使不卖粮，后金从其他地方也能筹集到粮草，并且袁崇焕的粮草也并没有确切的说明最终的去向。不过无论怎么说，袁崇焕这手棋走的都是臭的，以为给点粮食人家就能听话了。那你以为后金的军事力量都是吃干饭的呀？明显就是墙头草，压根儿就靠不住。另外，通敌卖国这件事也确实子虚乌有。宁远大捷后，努尔哈赤让袁崇焕干死。此时袁崇焕知道，想要化解边境干戈，实际上还是要从议和开始。于是借着奔丧，就想着能不能和皇太极议和，大家当个好邻居多好。但这些行为，远在京城的高管皇帝可不知道。你居然敢和皇太极密谋，那不是造反是什么？再加上诛杀毛文龙，后金打到家门口，种种行为已经足以让皇帝断言，袁崇焕你没点什么大病都干不出这种事儿。不过即使不定这些罪，他也活不了多久。5年平辽这种事儿，哪能张口就跟皇帝乱说的？按照诛杀毛文龙这个节奏来看，别说5年了，就是15年也难心平辽。而袁崇焕这好高骛远的性格，皇帝能忍他15年？说实话，崇祯都算忍他很久了，换个皇帝他早死了。所以袁崇焕虽然战功卓著，但他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说确实欠考虑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被五马分尸了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